这女孩在街上捡到个受伤的总裁，她没料到自己的一番好心，原本还负债累累的她，人生从此要天翻地覆了。这女孩名叫车允瑞，是位兽医，她救动物特别在行，但救人可是头一遭。那男的不让她打120，她只好把她背回自家诊所，拿出平时治疗动物的工具，开始给这男的处理伤口，解开他的上衣。那一身古铜色的腹肌映入眼帘，作为30岁的单身女性，她脸红了一下。但现在不是赏帅哥的时候，得赶紧办正事。来了个猛操作，允瑞总算把伤口处理好。见他没再发烧，允瑞打算去睡了。他正准备离开，男人抓住了他的手，没办法，允瑞只好留下陪他。两人就这么在诊所过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男人被允瑞的打呼声吵醒，发现自己还握着他的手，然后忍着疼换了件衣服，打电话让秘书来接，走前还留给允瑞一张名片。这男的叫李将军，是个富二代，个人能力也很强，上任后业绩翻倍，周围追求者无数，平时一本正经，现在竟在穿一件风格不符的 T 恤。秘书看了好几眼，刚醒来的允瑞发现将军已经走了，那张名片被猫弄进了垃圾桶，两人好像再无交集。允瑞偶尔还会想起将军，忍不住嘟囔几句，他心里还盼着他能回来找他，但每次都失望。还好有他，将军的伤也恢复得挺快。看着那个伤口，将军总会想起车允瑞，即使工作再忙，他也在等允瑞的电话，还让秘书查了允瑞的背景，知道他家境一般，现在的宠物医院是靠借债才开的。将军更肯定允瑞肯定会来要酬谢费，可谁知事与愿违，有没有允瑞的电话，将军每天都要问，秘书的回答总是没有，最后连秘书都能预先回答了。这个小兽医让将军等得不耐烦了，他决定亲自行动。将军决定亲自去找这位救命恩人，想要好好感谢他，却被他的可爱迷住了，脸上不知不觉露出笑容。允瑞转身的那一刻，阳光正好照在他脸上，那笑容治愈了将军的心。将军忍不住记录下这一刻，这大概就是爱情的开始。虽然心里有事，将军还是记得要办的正事。他问允瑞为何不来找他要钱，允瑞一脸茫然，我哪知道去哪找你。听将军一解释，允瑞这才懂得他并非无情，原来他留过联系方式。允瑞给将军列了那晚的费用，将军差点以为看错了，允瑞以为他觉得太贵，解释了好半天。将军再次确认，你确定是70万不是7000万或7亿？允瑞肯定的点头。将军对这个价格不满意，他对这个女人越来越感兴趣，不知道他是真不贪心还是在装不贪心。允瑞听后脸色一变，瞬间不想再跟这自大狂说话。将军见允瑞报的价也不合意，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感谢，直接送他市中心的店面，让他把宠物医院搬到市区。将军原以为允瑞会感激涕零的接受，可他却毫不犹豫的拒绝了，这让将军百思不得其解，怎么会有人这么不识趣呢？不过没关系，他有的是方法让他接受。第二天，允瑞就被房东通知，他的诊所已经被别人买下，新业主打算拆掉重建。允瑞顿时傻眼了，他没想到辛苦开张的诊所即将面临关门大吉，紧接着就接到了新业主的电话，他赶紧客气地说要过去拜访，没想到电话那头的人是将军。将军冷冷提醒允瑞，这个铺位很优将被拆除，提醒他1周内搬走。允瑞大骂将军是强盗，太不厚道，而将军这么做的理由也很简单。将军挂了电话后，允瑞忍不住大骂。冷静下来之后，允瑞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找到新的铺位，他问了许多中介，但按他有限的预算，根本找不到合适的铺位。看着1周期限快要到了，允瑞只好再去试试能否贷款，结果不言而喻。此时将军正坐在办公室，看着允瑞为了新铺位忙前忙后，他相信允瑞很快就会求他了。果不其然，不久后允瑞主动上门，将军摆出了胜利者的姿态。允瑞一看到他就气不打一处来，狠狠地打了将军一顿。他觉得将军纯粹是仗势欺人，越说越激动，最后忍不住在将军的办公室哭了起来，这让将军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他也蹲下来，看着允瑞哭得这么伤心，将军心里也软了。霸道总裁让允瑞别做兽医了，要他来他公司上班，可允瑞怎么可能答应这种无理要求，马上给了将军一个下马威。然后允瑞把银行账号告诉了将军，承诺自己1周之内肯定搬走，希望将军也能按时退回他的押金。允瑞嘟囔着离开了将军的公司，他真怀疑将军的脑子有问题，每次都能给他带来新的惊喜。此时的将军一个人在那傻笑，看起来确实有点傻，还不时瞄一眼那双被允瑞踏过的鞋。这个女人真是为他单调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。利用这次机会来到城里，允瑞决定顺便见见老同学，他们聊得正开心，偏偏那个一直和允瑞作对的佑拉也来了，一开口就是假惺惺的话，还对允瑞冷嘲热讽，问他还要在那乡下待多久。允瑞懒得理他，佑拉还在那里没完没了。允瑞忍不住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，告诉佑拉自己今天就是来看新医院址的，开业那天别忘了。送花来祝贺，佑拉气得脸都绿了。允瑞觉得心情好了不少，但事后又觉得自己说话太冲，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呢？话既然说出口了，也只能这样了，只好又回去找将军。将军看样子就知道他会回来，允瑞确实不想白拿他的店，所以提出把救他那晚的费用从70万提高到7000万，扣除7000万之后，其余的就当做长期借给将军的款。将军觉得这样太麻烦，直接收下店铺不是更简单吗？但允瑞坚持要按规矩来，他的债权人从银行变成了将军，从此以后两人成了平等的事业伙伴。将军最终也同意了他的提议，
想到做他的债主也挺好。向乡下那家医院告别后，允瑞开始忙着布置新医院。他干劲十足，从打扫卫生到摆设家具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全部都是他亲手操办的。医院原本空荡荡的，现在变成了允瑞心目中的模样。经过他的一番努力，一切都已就绪，只等开业大吉。那天晚上，江勋到医院找他，结果没看到人，最后在一个房间发现他已经睡着。江勋坐下，静静地看着他。允瑞突然睁开眼，把江勋吓了一大跳，然后他开始梦呓，不仅吐槽了江勋一番，还开始捏他的脸，一边捏还评价说手感不错。江勋看他越来越过分，终于忍不住说话了。房间里的空气顿时尴尬，还是允瑞打破了沉默。他问江勋怎么过来的，江勋说他来看看自己的钱花的值不值，谁知道居然看到他在这儿打盹。允瑞一边擦口水一边回答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这附近的房子太贵，我租不起，只能在这里将就一下。江勋接着说，他知道有一个既大又便宜的地方。允瑞好奇地问在哪里。允瑞觉得江勋又开始疯了，他怎么会无缘无故搬进他家呢？真是太奇怪了。虽然允瑞对江勋的态度很一般，但江勋总是会不自觉地想起他，有时候还会不由自主地笑出声。他想得太入神了。秘书进来他都没注意到，还责怪秘书没敲门。秘书委屈地说他敲了，秘书是来告诉江勋，太太帮他安排了相亲，相亲对象都是排行前30的，都是事业成功的女强人。一想到相亲，江勋就头疼。江勋一看到允瑞身边有其他男性朋友，马上就吃醋，警觉起来。两人都等允瑞介绍，当他介绍自己时，只说是借钱的合作伙伴，江勋就感到莫名的不爽，用幽怨的眼神看着允瑞。我给你的机会重新说一遍，就是江勋此刻的内心独白。允瑞则是战术性的选择躲避。这时允瑞的死对头刚好在门外经过。恭喜开业，最棒超级兽医师车允瑞超级应援。想不到车允瑞还真把他乡下的宠物医院搬到这里来了。嫉妒心爆炸的他马上打电话摇人，他决定好好替允瑞庆祝庆祝。第二天佑拉就以庆祝允瑞开业，约他出来一起吃饭。同学都很好奇，允瑞哪来的资金能在这么昂贵的地段开业，佑拉更是假的恭维。允瑞对此嗤之以鼻。接着佑拉提议今天就让事业有成的允瑞请客。允瑞一看菜单，差点没把他送走。人均12万的消费水平，哪是他这个平民百姓消费得起的？看到允瑞的窘迫样，佑拉得逞的笑了，接着就让服务员过来点餐。服务员拿过来一瓶红酒，允瑞说我们没有点这个呀。服务员说是那边的男士给你们点的。顺着服务员手指的方向看去，那边坐着的正是傲娇总裁李江勋。看到江勋后，允瑞赶紧低下头，心想这个疯总裁又要整什么蛾子？除了红酒，还有沙拉和各种甜品，都是江勋点的。有拉还自恋的以为肯定是帅哥看上自己了。等到结账的时候，听着服务员报菜名，允瑞的心在滴血，他不情不愿地把卡拿出来。最后服务员告知他账已经结过了，是那位给你们点红酒的先生在离开前把你们的账结清的。此时江勋正在门口等允瑞出来，右边的2位美女一脸花痴样的盯着他，就等着江勋开口约自己。没想到等到允瑞出来后，江勋开口了。允瑞不情愿地跟着他走。那2位美女看着允瑞离开，很不甘心。在车上，允瑞让江勋下次别这样了，容易被人误解。江勋却没回答他，反而告诉允瑞别再和那些没意义的朋友出去了，因为刚才在餐厅他们在背后说了允瑞的坏话，全都让江勋听到了。见他们不如见我。允瑞一头雾水，不知道江勋又在搞什么疯。接下来江勋说的更让他震惊，原来江勋要允瑞当挡箭牌，他还不想这么快结婚，家里却已经排满了1个月的乡亲。允瑞这才明白，他之前说谈恋爱是有目的的，江勋也直接承认了，他只是想和允瑞谈一场契约恋爱，还取笑允瑞，你不会真以为我要和你交往吧？听到这话，允瑞火冒三丈，立刻起身扭头就走。江勋赶紧追了上去，免不了要被允瑞骂一顿，但江勋觉得允瑞最合适。刚才他送酒给他们的时候，允瑞并没说他认识 Duel 的社长，这说明允瑞嘴很严，很适合当挡箭牌。允瑞觉得江勋太荒谬，不想再待1秒，见直接说没用，江勋决定用激将法，故意问允瑞是不是一直单身。允瑞肯定不承认，江勋决定验证一下，一边走近允瑞，一边说着肉麻话，距离越来越近，让允瑞不由得脸红心跳。江勋看到允瑞的反应，得意地说，看来你对我这样的优秀的男人，你还真是抵抗不了呢。被江勋看透了心思的允瑞，只好用右勾拳来掩饰自己的窘迫。为了增强对男性的抗性，决定跟朋友们一起去学跳舞。他高中时候暗恋的向贤也在那个舞蹈班，他耐心地教允瑞舞蹈的步伐，还邀请允瑞和他一起跳一曲。这么近的距离，而且面对的是曾经暗恋的人，允瑞感到很困惑，为什么自己如此镇定，和之前江勋近距离相处时完全不同，那时的心跳完全不一样。就在这时，江勋的电话来了，一看到来电显示，允瑞的心又开始砰砰跳。江勋问允瑞考虑的怎么样了，心思烦乱的允瑞假装很忙，赶紧挂了电话。江勋气得差点想砸手机。允瑞和朋友跳完舞去吃饭时，江勋又打来电话，允瑞毫不犹豫的又挂掉了。江勋的耐心也快被磨光了，尽管一直忙于工作，他决定马上去允瑞的宠物医院，提出和允瑞谈3个月的契约恋爱，3个月后医院就转给允瑞，这段时间的租金也免了。允瑞此时为自己当初没有直接接受馈赠感到后悔，
任何生意的起步都不容易。虽然他的宠物医院地点不错，但因为刚搬家，客源不多，弟弟建议他周围发传单，先提高医院的知名度。发了一天传单，累坏了，饿得头晕眼花的允瑞差点晕倒。幸好将军来看他，及时扶住了他。允瑞感到精疲力尽，开始怀疑自己能当兽医多久，对未来感到迷茫。将军鼓励他，他不会随便投资没希望的人。我能投资你，就证明你是一个很不错的兽医。那天不是你救了我的狗吗？听到这些话，允瑞心情好多了。将军还没忘记继续和允瑞谈那契约恋爱的事呢。大家都说人在脆弱时最容易被感动，所以允瑞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签约仪式接踵而至，毫无疑问，将军是甲方老大，而允瑞就是得随叫随到的一方。将军还规定允瑞必须每天跟他约会，除此之外，在整个契约期间，不能和其他任何男生单独见面。想到那个总缠着允瑞的向贤，将军就火大。最后，允瑞还是勉为其难的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接下来的3个月，他就得听这个讨厌鬼的摆布了，真是把自己卖给了这个烦人的家伙。到了下班时间，朋友照例过来拉允瑞去舞蹈社练习，但允瑞显得有些为难，因为将军已经在门口等他了。将军尽职尽责地送允瑞去舞蹈社，这次他是以男友的身份去的。向贤对允瑞突然有了男友感到意外，而将军则时刻在显示他的主权，甚至还故意摆出一些暧昧的姿态。允瑞虽然表情抗拒，但命苦的一方能怎样呢？之后将军就先走了，走前还叮嘱允瑞别太累。将军买了束花，打算等下去接允瑞时送给他，但想到他在舞蹈社和向贤亲密接触，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。他一脸烦躁地打电话给允瑞，问他差不多要结束了吗？电话那头的声音让已经烦躁的将军怒火中烧。就在这时，那个一直默默喜欢将军的小妹妹发现了他。将军试图装睡躲过他，显然这招没什么用。将军只好打电话让挡箭牌允瑞过来救场。此刻已是深夜10点多，允瑞本不想去，但将军又拿契约来说事，允瑞最终还是屈服了。就在将军正在跟小妹妹尴尬的聊天呢，穿着休闲装的允瑞走了过来。小妹妹上下打量了允瑞一番，明显是不太看得起允瑞，尤其得知允瑞已经30岁后，更是一脸嫌弃，心里直呼这不就是大妈级别的吗？允瑞可不吃这一套，两人立刻开始唇枪舌战。小妹妹始终不愿相信允瑞是将军的女朋友，坚持要他们当面证明。将军一把抱住允瑞，正要亲吻她的时候，被小妹妹叫停。允瑞总算松了口气，小妹妹这才离开。送允瑞回家的路上，允瑞已经困得要命。将军看他太累了，就把车停下，静静地看着熟睡的允瑞，忽然觉得他还挺可爱的，还细心地帮他整理头发。这时允瑞醒了，允瑞警惕地问将军在做什么。将军提醒他不要在外人面前睡觉，因为他睡觉时会流口水，简直丑到爆。他也不知道是从何时起，开始潜意识里为允瑞改变自己一些固执已久的习惯。允瑞慌张地告诉将军，有人上门找他麻烦了。将军却异常冷静，因为他知道那个人绝不是允瑞的对手。允瑞虽然对将军的不插手感到生气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跟对方辩论的能力。老姜还是辣，允瑞最终成功让对方气愤离去，然后立刻打电话给将军。将军虽然对允瑞多次打扰他开会感到不悦，但听到允瑞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表现时，还是忍不住露出了宠溺的笑容。秘书发现后，他马上恢复了严肃，赶紧挂了电话。下班后，将军去接允瑞一起去看露天电影。允瑞看得开心，笑声毫无顾忌，这让将军觉得看允瑞比看电影还有意思。电影结束后，允瑞和将军合影留念，然后回家写下约会日记，当做履约的证明。将军收到允瑞发的合照，回想起他吐槽自己拍照太严肃，私下里开始偷偷练习。最近约会太频繁，他们俩不约而同的上火。允瑞发消息给将军，让他给自己请1天假，然后跟朋友在店里看书吃零食，享受轻松时光。正当这时，突然一盏灯坏了，允瑞打电话给管理室无人接，朋友坏笑着说这时候需要男朋友出场了。允瑞死活不愿求助将军，可朋友还是偷偷发了消息。没多久，将军就气喘吁吁的赶来，朋友发的要换男友的消息，让将军匆忙赶来。发现只是恶作剧后，将军也松了口气，既然来了就帮忙换灯泡。可没干过这活的将军小心翼翼的，允瑞看不下去，让他下来，自己爬上去换。很快允瑞就顺利换好了灯泡。这一幕恰好被朋友撞见，朋友识趣的走了，让他们独处。允瑞因此不小心失去了初吻，非常懊恼。而将军知道这是允瑞的初吻后，心里早已乐开了花。这晚允瑞失眠的厉害，第二天为躲避将军暂停营业。将军打电话不接，发短信不回，去舞蹈社找也不见人，后来甚至关了手机。将军因此感到很焦虑。这时收到神话集团的晚宴邀请，这晚宴必须要有伴侣参加，秘书建议带上允瑞，这样将军就不用再应付那些无聊的相亲了。将军知道允瑞藏在宠物医院，就开始不停地轰炸他手机，最后甚至威胁他不来就违约。允瑞这个小胆子只好乖乖现身。将军决定带允瑞去做个造型，想着带他一起去晚宴。允瑞虽然很抵触，但作为卑微的一方，他又能说什么呢？将军在外面耐心等着，但帘子一拉开，允瑞人影全无。允瑞第一次试穿正式礼服，觉得浑身不是自己的感觉，藏在试衣间里拒绝出来。看将军越来越不耐烦，允瑞最终还是勉强走了出来。变装后的允瑞和平常完全不同，将军看呆了，震惊极了，然后故意咳嗽，
掩饰自己的尴尬。允瑞明显还不习惯和江勋这么近，但江勋的霸道会让他慢慢适应。允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场合，他显得特别紧张。江勋牵着他的手，信心满满的进了会场。允瑞的死对头右拉也出现了。右拉看到允瑞，简直不敢相信，心想这个乡巴佬怎么也在这里。江勋忙着应酬的时候，右拉趁机过来挑衅，开口就是一股绿茶味，告诉允瑞这里不适合他，还嘲笑他身上的肯定是仿品。允瑞不知道该怎么反击，正好江勋及时出现。江勋装作不认识，问我们认识吗？这让右拉把悬在半空中的手又尴尬的收了回去。然后右拉还硬要装作允瑞的老同学，对江勋说，我们允瑞啥也不懂，你肯定辛苦了。江勋却淡定自如。最终右拉没脸再待，灰溜溜的走了。但江勋这种级别的人物，一来到这种场合肯定会有各种的应酬，所以不能时时刻刻陪着允瑞。高跟鞋和晚礼服对允瑞来说也挺不方便，只有美食是允瑞的真爱。正当他尽情享受美食时，那个罗美又出现了。他埋怨允瑞吃相难看，说这样会让江勋哥哥丢人。允瑞本不想在这种场合发火，但也忍不住反击了。他毫不留情的回怼。当江勋再次出现时，允瑞已经心累，他不想再待在这种地方，也不想再听别人说他多么不适合这里。他对江勋说他要先走。允瑞问江勋，合同结束后他们是不是也就此结束？面对允瑞的突然发问，江勋也不知该如何回答。允瑞以为江勋默认了，然后失望的离开。最终江勋也陪他提前离开晚宴，但刚才的所有事都不如江勋接下来的话更伤人。刚被嘲笑时他没想哭，但江勋的话让允瑞彻底崩溃，他必须极力忍耐。在送允瑞回去后，江勋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突然很是心疼。他在门口徘徊未离，对自己刚说的那些混账话后悔不已。那位帅气多金的霸总在晚宴上竟亲吻了一位神秘女子。第二天这事马上登上了各大媒体热搜，使得秘书接电话到快疯了。江勋对此也很苦恼，尤其是看到来自妈妈的28个未接电话，他更是烦躁。他不明白自己又不是艺人，这事就这么值得大家闹腾吗？这时秘书勇敢地说，因为您之前从未有过绯闻，所以大家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。江勋冷静下来后吩咐秘书确保允瑞不被媒体骚扰，但八卦媒体总能找到机会。允瑞现在连出门都得裹得严严实实，最近和江勋的亲近动作有点多了，真的有点过分。允瑞就沉浸在舞蹈中，试图转移字句的注意力，可是脑海里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些场景，让人心跳加速的画面。结果一不小心扭伤了脚，向贤温柔地帮允瑞按摩，帮他缓解疼痛。这时候江勋登场了，从他一进来，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允瑞的脚，随便地给允瑞的朋友递了些点心，然后又强调一遍。满腹醋意的江勋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解释，他坚决不允许别的男人碰允瑞的脚。向贤指出这样会让允瑞感到不舒服，江勋冷笑了一声，眼神里满是不悦，然后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让允瑞拿着鞋子。允瑞疑惑地问江勋这是怎么回事。江勋还带着气地对允瑞说，受伤了就应该好好治疗。允瑞搞不清楚江勋到底在气什么，也弄不明白自己对江勋意味着什么。江勋又把那份契约拿出来说是强调在这3个月里他是允瑞的男朋友这个事实。允瑞一边听着江勋霸道的关心，一边回想起那天他亲吻自己后说那只是个失误，他也忍不住要反击。江勋也终于说出了压抑已久的真心话。允瑞不敢相信地问江勋他在说什么。江勋傲娇地说，同样的话我不会说第二遍。江勋带允瑞回到宠物医院，一边帮允瑞处理伤口，一边责备他走路不小心。允瑞自豪地说，我在乡下的时候可是到处乱跑的。说着他又开始怀念起在乡下的日子。江勋听了之后手一紧，不小心也让允瑞痛了一下，这算是对允瑞的小小惩罚。允瑞还沉浸在感动之中。江勋补充一句，合同期还没结束呢，这么好的男人怎么嘴这么碎。允瑞感动的心情瞬间归零，跳了一晚上的允瑞也累了，很快就睡着了。江勋静静地看着他，眼神充满温柔。江勋也坐着打了个盹，醒来时允瑞已经不在了，只留下奶和感谢的便条。被这种霸道总裁盯上真是一种独特体验，他时刻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。早上问一次，午饭时再问，下午又问一次，晚上睡前必问。好不容易电话打通，却听说允瑞在找房子，允瑞没告诉他就要搬家，这下总裁不高兴了。允瑞根本不想搭理，直接挂了电话。常被无视的江勋很不爽，江勋觉得是因为还没看透允瑞，才总是念念不忘，直到知道秘书也在同居，才发现他的缺点，比如不爱洗头，随处放屁。江勋决定和允瑞同居，来解决自己的迷恋问题。允瑞接到电话，被告知昨晚订好的公寓业主已经变更了，新主人正站在他面前。有了之前的经验，允瑞知道肯定是江勋搞的鬼。江勋也坦白了，允瑞不明白江勋为何这么做，他怀疑骚扰别人的生活是这个家伙的嗜好。允瑞决定好好和这位怪人谈谈。他问江勋，不是应该和喜欢的人才想要一起生活吗？你真的那么喜欢我吗？喜欢到非要和我一起住？江勋没回答，允瑞就知道他只是冲动，然后失望的离开了。之后无论允瑞要租哪里的公寓，江勋都会把那里买下，他辛辛苦苦找的房子也白费。江勋决定不让他租到房子，他又一次霸道地告诉允瑞，这世界上你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我家。允瑞不懂为什么江勋要这么绝，江勋觉得这些疯狂的行为
都是因为对允瑞有了感觉。他相信允瑞也有同样的感觉，但他还不能完全确定，也不能向允瑞承诺什么，所以他想试试同居，说不定时间长了就会不再喜欢允瑞。这不就是典型的渣男逻辑吗？允瑞被江勋气得牙痒痒，江勋回家就开始布置允瑞的房间，他相信允瑞一定会喜欢。这时允瑞在用酒消愁，那个坏蛋江勋把他的生活弄得一团糟。允瑞一边喝酒一边埋怨，不久后就喝醉了。江勋打来的电话被允瑞的朋友接了，江勋很快就出现了。这时允瑞已经不清醒了，江勋硬是带他走了。允瑞以为背他的是向贤，他觉得向贤好像健身了，还问他是不是最近锻炼了。他的手开始不老实，听到允瑞把自己认成别人，江勋气炸了。被嫉妒冲昏头脑的江勋本想不理他，但发现别的男人接近他，又忍不住回去。最后江勋把允瑞背回了宠物医院。这时他对这个刚向他吐了一身的女人真是又爱又恨，看霸道总裁如何用教科书般的套路让一个30年单身的宠物医生和自己同居，先用苦肉计留下来照顾喝醉的允瑞，等他醒来后，趁他还没完全想起昨晚自己做了什么，就来一招先发制人，以退为进，告诉他因为昨晚他做了不可原谅的事，现在要跟他终止合同，并且要求他在3天内从这里搬走，还要打1亿违约金到自己账户。整套流程行云流水，毫无破绽，让还一脸懵的允瑞苦苦挽留，接着就假装叫人在3天内把这里的东西都清理完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允瑞只能先恳求江勋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至此江勋的计划取得了初步的胜利，允瑞不知道怎么救，莫名其妙的又欠了江勋1个亿。他实在想不起昨晚自己到底做了什么，不过没关系，嫉妒心极强的江勋会帮他慢慢回忆。在江勋的提醒下，允瑞依稀记得好像有那么回事，不仅在朋友面前指着江勋的鼻子说他是超级疯子甲方，还在他的背上叫着其他男人的名字。此时的允瑞懊悔不已，他再次恳求江勋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因为自己昨天实在太难过了。听到这话江勋更不能忍了，允瑞心想这下完蛋了，把他卖了都还不起1个亿。就在允瑞在边哭边吃着泡面的时候，江勋又出现了。江勋让允瑞要么哭要么吃泡面，别边哭边吃。允瑞说关你什么事，你不是说合同已经结束了吗？江勋最后使出他的终极大招欲擒故纵。至此江勋已经完成套路允瑞跟他同居的全过程，还要求他现在就去打包行李，等他今晚回到家必须看到他在家。江勋得意地笑了。刘允瑞在风中独自凌乱，心情大好的江勋完全没心思工作。这时秘书给他带来一个坏消息，因为江勋上次在晚宴上让家族蒙羞，所以他母亲要求他这次必须乖乖的去相亲。江勋知道是自己惹出的祸，所以他准时去赴约了。这次的相亲对象竟然是允瑞的死敌有了。江勋连一眼都不想瞧他。正当他收到允瑞发来的消息，允瑞还在犹豫是否搬到他家，江勋全心全意的跟允瑞谈判。当然最终江勋大获全胜，被无视的佑拉终于忍不住开口了。他直接对江勋说，如果你跟我约会，你肯定会改变看法的，我比车允瑞更适合你。江勋表示最讨厌这种人，不想再和他多待1分钟。临走前还警告他以后别再靠近允瑞。到了晚上，发现允瑞还没搬来，江勋直接冲到舞蹈社找他。当他看到允瑞和其他人跳舞，他霸道的插了进去。虽然是他们第一次一起跳舞，但感觉却出奇的默契。这时允瑞脑海中浮现出和江勋的点点滴滴，或许他也早就对江勋有感觉了，只是自己不愿意承认而已。跳完舞后，江勋带允瑞回宠物医院收拾行李。允瑞问江勋，如果我们住在一起后你不想分手怎么办？江勋笑着说，怎么可能。允瑞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。江勋没想到允瑞会这样说，脸色立刻严肃了。允瑞也决定真诚面对自己的感情。看到江勋鼓励的眼神，这一刻允瑞也做出了决定。江勋终于如愿以偿地把允瑞带来同居。那天他早早就在家等允瑞，也帮他把房间布置好了。等江勋出门后，允瑞开始打量这个房间，他对这间房子也很满意。在宠物医院的沙发上睡了那么久，从今天开始终于可以睡在床上了。允瑞忍不住偷笑了。看到允瑞这样，江勋突然忘了要说什么，默默地关上门又走了出去。这样的夜晚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允瑞和江勋开始了同居生活，两人的故事就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展开。那天晚上突然下起了雷雨，允瑞特别害怕这种气候，他紧张的一夜难眠。这时候正在加班的江勋听到了他的声音，他连忙跑去查看发生了什么。允瑞一见到江勋就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他立刻扑到他的怀里。江勋一时间不敢有任何动作，意识到不妥的允瑞立马从他怀里跳开，两人再次陷入了尴尬沉默。雷声渐渐小了一些，江勋便陪允瑞回到房间。突然的一道闪电，允瑞又一次慌忙投进江勋的怀里。江勋匆匆离开了允瑞的房间，他感觉再晚离开就不知会发生什么了。一次又一次被这个女人扑倒，这让他怎么承受得住啊？第二天一早，江勋早早地准备好早餐，但迟迟等不到允瑞出现，于是他便去叫他起床。原来允瑞因为昨晚没休息好，眼睛浮肿，所以化妆花了更多时间。在餐桌上，江勋告诉允瑞，他的宾至如归待遇直到今早为止，从此以后由允瑞负责家务和饭菜，以此来充当生活费。允瑞听后也提出了自己的同居条件，首条就是严禁身体接触。听到这条，江勋忍不住笑出声，他调侃道，昨晚不知是谁抱得我那么紧。允瑞尴尬地解释说，那只是个意外。
允瑞接着详细阐述其他条款，江勋根本没认真听，只是一直盯着他的嘴巴。被允瑞发现后，他又故意转移话题，提出让允瑞放弃跳舞。允瑞感到困惑，他已经说得口干舌燥，但江勋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。最后，江勋还是送允瑞去了宠物医院，全程允瑞都气呼呼的。江勋突然发现他生气的样子挺可爱的。送允瑞到目的地后，江勋提议晚上一起吃饭，允瑞高兴的同意了。江勋高高兴兴的去上班，不过好心情只维持了几秒。江勋想到向贤，这家伙又是来找允瑞干嘛的？正想着，后面的车不停的按喇叭，江勋只好开车离开。原来向贤是来和允瑞告别的，他即将出国留学，虽然有些舍不得，但向贤明白自从江勋出现以后，允瑞的心里已经没他的位置了。江勋回到公司后，立刻气冲冲的打电话给允瑞。允瑞搞不清楚他为什么突然发火，允瑞这才明白原来江勋看到了向贤。此时江勋已经气跳脚了，他要允瑞好好解释一下，那个家伙为什么会一大早就出现在宠物医院。知道向贤是来告别后，江勋的怒气顿时消了，甚至差点笑出来。然后允瑞问江勋几点下班，他晚上要准备晚餐。江勋傲娇地说，这可说不准，作为 CEO 的我可是很忙的。允瑞气得直接挂电话。这次被挂电话的江勋心情却和平时不同，知道情敌要出国，这让他心情大好。江勋下班回家，看到允瑞躺在他的床上睡着了，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和幸福，忍不住不去叫醒他，只是轻轻地摸了摸他的脸。正在这时，允瑞醒了，他尴尬地解释说是来打扫卫生，太困了，不小心就睡着了。说完他赶紧离开。江勋也觉得自己的动作有些奇怪。允瑞无意间看到了江勋衣柜里还留着那件 T 恤，这让他回忆起江勋受伤那晚的情景，这让他不禁回想起江勋受伤的那个晚上，那也是他们缘分的开始。想着想着就睡着了。江勋刚的动作也让允瑞内心小鹿乱撞。回到房间后，允瑞就收到朋友发来的信息，提醒他去关爱动物网站看看。允瑞点开一看，原来是一个狗狗主人写的感谢信。不久前，这个狗狗来允瑞的宠物医院治疗，虽然最后还是没能把狗狗救活，可允瑞最后也给了他很多温暖。主人也为狗狗的最后一站是在允瑞的医院度过而感到幸运。之后，允瑞的宠物医院因为这封感谢信而声名大振，从之前的拍苍蝇到现在顾客络绎不绝，留言板上的故事也越来越多。允瑞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。当收到允瑞说今晚不回家的信息后，江勋很生气。后来得知他是因为要照顾小动物，江勋才原谅他。本以为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，然而允瑞回信息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，还连续2天不回家睡，不是连续3天，这让江勋变得越来越烦躁。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允瑞。秘书跟他说的工作行程安排，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。听江勋这说话的语气，秘书也猜到昨晚允瑞肯定又没回家睡，就跟江勋说，要是真的那么想他，那为什么不亲自过去看看他？江勋认为这个建议不错。江勋来到宠物医院后，看到允瑞坐在沙发上打瞌睡，于是就过去坐在他旁边，让他靠在自己的身上睡。突然一个电话铃，想让允瑞惊醒，他这才发现江勋来了。江勋为缓解尴尬，故意斥责允瑞不要随意在任何场合睡觉。可当他看到那张让他想念的脸，之前所有的怨气都烟消云散了。允瑞的笑容让江勋的心都被融化了，他把这几天的思念都表达在接下来的动作里。从这一刻起，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了。江勋坚决不允许允瑞今晚不回家。回家后，他们在院子里坐着享受晚风。允瑞发现几天没回来，院子似乎变得更漂亮了。此时江勋的眼里只有允瑞，见江勋又想亲亲，允瑞急忙提出家规，家里不允许亲密接触，但江勋显然不以为然。他们的甜蜜同居生活即将遇到一个意外的访客。允瑞买菜回来后，惊讶地发现家里多了一个男人。他好奇地询问男人的身份，男人示意他看墙上的全家福，从照片中可以判断他应该是江勋的亲兄弟。江勋也从秘书那里知道弟弟从 M 国回来了，从秘书的表情也能看出这两兄弟关系并不和谐。听说弟弟没有去酒店，而是直接回了家。江勋顿时怒火中烧。此时江勋正和允瑞悠闲地做着饭，江勋回家看到这一幕，气得冒烟，邀允瑞马上来到他身边。允瑞虽然一头雾水，但还是乖乖听话。江俊见状急忙拉住允瑞不让他过去，变成炒年糕还没做完。江勋看到允瑞被拉住更是怒不可遏，见江俊还不放手，江勋上前将允瑞拉了过来。兄弟俩之间气氛紧张，被夹在中间的允瑞不知所措。到了晚上，江勋要弟弟去酒店住，弟弟怎么都不肯离开。江勋忍无可忍，见允瑞在看着，强忍怒火，最终还是允瑞出面，暂时同意江俊留下。虽然江勋极不情愿，但谁让他妻管严呢？等江俊回房间后，江勋对允瑞说，不要和那小子对视。允瑞不解，这不是你亲弟弟吗？不是什么外人。江勋说，他毕竟也是个男的。允瑞听了笑了起来，觉得有点太夸张了。可当他看到江勋那严肃的表情，就明白他不是在开玩笑。第二天，江勋发现弟弟迟迟不来公司，便问秘书他去哪儿了。秘书说江俊是因为手指受伤了，去了医院治疗，所以会晚点到。江勋问那家医院远不远？对于江俊因手指受伤却去宠物医院治疗，允瑞表示不理解，但既然来了，也只能帮他处理一下，不然伤口就要开始愈合了。处理完伤口后，那家伙还留着不走，还来打扰允瑞的工作，这让一旁的狗狗也受到了惊吓。这时江勋也赶到了，当他看到允瑞的手受伤，就猜到这是肯定和
江俊脱不了关系，江俊也开始不停的求饶，他们的吵闹声吓到了这里的小动物。允瑞让他们俩都出去，江勋这才想起得先让允瑞处理伤口，因为受伤的原因，江勋让允瑞这几天先别去上班。允瑞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并不影响他的工作，但江勋不给他讨价还价的机会，让允瑞乖乖听话，他不能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，所以希望他能好好照顾自己，不要再受伤了。经过这次事件，江俊也被江勋赶走了，只能可怜兮兮的求江勋让他进去。然而江勋绝对不会再让他来添乱。最后是允瑞见他感冒发烧很可怜，就让他一起来吃饭。尽管江勋很不满，但允瑞一个眼神就能让他闭嘴。第二天上班时，看着哥哥帅气的样子，弟弟也想学着系领带，但他不会，想让允瑞帮忙。允瑞觉得有点气氛紧张，便提议让江勋帮他。这时候兄弟俩又显示出了异常的默契，最后允瑞也只能无奈帮忙。看他那副没办法的样子，江勋得使劲自己说服自己别生气。在公司的电梯里，江勋盯着允瑞帮忙系的那条领带，越看越觉得碍眼，就直接把它解了下来，一直被哥哥压着。江俊终于忍不住把过去的事翻出来了。两兄弟的关系其实早就不好了，大概从那件事之后开始的。但这些年，江俊一直希望能得到哥哥的原谅，他心里其实非常崇拜他哥哥。江勋可能早就不再怪他了，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。允瑞才是他想要共度余生的人。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一天繁忙工作后回家，看到心爱的人在厨房忙碌。允瑞看到江勋回家，急着想让他尝尝自己做的菜，看江勋的表情就知道菜做得不错，但他其实想吃的不只是菜。看江勋今天的样子有点不对劲，允瑞关心地问他出什么事了。江勋说没事，他只是想确认一下这突然的幸福是否真实，让允瑞答应永远不离开他。允瑞看着江勋有点疑惑，江勋坚持要他先答应。在江勋的坚持下，允瑞最后点头答应了，然后给了他一个香吻。正当他们享受着甜蜜时刻，江勋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本不想接，但手机响个不停，原来是弟弟发来的求助信息。江勋本不想搭理他，允瑞建议他还是接一下，说不定真的有急事。结果是弟弟在酒吧刷卡失败，老板不让他离开，江勋是他唯一的求助对象。弟弟不停发信息催促，最后江勋只能去酒吧把他接回来。看到弟弟那副样子，江勋特别生气，怒气冲冲地处理了这场乱子。而江俊其实是因为太无聊才去买醉的，自己在国外待了5年，哥哥连一次都没来看过我，现在回来还被嫌弃。江俊甚至劝允瑞也赶紧离开，这个冷血的哥哥，江勋真想揍他一顿，可是允瑞在场，他又不好动手。不过没关系，允瑞会帮他教训一下。听到允瑞这么霸气的话，江勋高兴的不行。允瑞和江勋对视一笑，脸红了，有点不好意思，然后赶紧闪人了。江勋突然感激弟弟的无心插柳，允瑞一直都在努力，尽力调和两兄弟的关系。这个周末就让他们俩来帮忙洗床单。弟弟不懂为什么不用洗衣机，于是让哥哥帮忙解释一下。但江勋在允瑞的一瞥下，乖乖的照做了。他第一个跳进洗衣盆，弟弟还在犹豫，江勋给了他一个眼神。江俊不情愿的开始动作，允瑞让他们按节奏才洗，这样可以洗得更干净。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，一会儿功夫就洗好了床单。允瑞舒服的伸了个懒腰，江俊趁机用水管朝他喷水。看到弟弟欺负允瑞，江勋当然得为允瑞出头。他们3个人在院子里展开水仗，江勋和弟弟的隔阂在允瑞的影响下慢慢消失，他们玩得非常开心。正当此时，江勋的妈妈出现了。每个霸道总裁的故事总会有个恶婆婆出现。经过一番问询，很明显江勋的妈妈对允瑞普通的家境不太满意，最后甚至借口要跟儿子们聊聊天，对允瑞下了逐客令。允瑞也不愿再听他的责备，于是礼貌的道别。江勋毫不犹豫的跟了上去，看到儿子为了这个女人把自己好不容易回国的事都放一边了。朴女士气得不行，允瑞不愿意去江俊的别墅，江勋只好带她回宠物医院。看她急急忙忙的样子，连鞋都没换就走，江勋感到非常内疚。他握着允瑞的手，向他保证以后绝不会再有这种事。他恳求允瑞不要再像今天这样独自一个人离开他。允瑞点头答应了，然后累得靠在江勋肩上睡着了。江勋觉得允瑞有点不对劲，摸他额头发现他发烧了。江勋决定留下来照顾允瑞。允瑞没胃口，什么都不想吃。江勋的妈妈还在不停地打电话，江勋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允瑞不想他因为自己和妈妈闹僵，让他先回去。江勋连想都没想就说不可能。允瑞叫他回去，明天再来，顺便带上他的衣服和小猫。江勋才勉强答应回去。回到家之后，江勋的妈妈明确表示她不同意允瑞。无可否认，允瑞是个努力的孩子，如果他只是受资助的对象，他会觉得允瑞很有价值，但做儿媳妇就绝对不行。他让江勋尽快和允瑞分手。江勋的立场也很坚定，并表示只要允瑞同意，他随时都愿意和他结婚。说完就离开了。第二天，江勋妈妈让佣人收拾允瑞的房间时，发现了他们的恋爱契约书。原来允瑞只是江勋用来逃避相亲的挡箭牌。随后蒲女士拿着契约书质问江勋，江勋说虽然一开始是契约恋爱，但现在他真的爱上了允瑞。朴女士知道江勋性格坚持，就想用另一种方式说服他分手。他拿出一份契约书，告诉江勋如果允瑞真的考虑到他，就会同意签下这份契约，那我就不反对你们的婚事。江勋看着这份契约书，本想打电话跟允瑞说这个事，可他怎么也说不出口。朴女士也了解儿子的性格，于是她决定亲自上门跟允瑞说。
他告诉允瑞，如果想要待在江勋的身边，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。在他同意这门婚事之前，要么每年更新这份契约，要么选择分手，这就是他的条件。那契约上写的全是对允瑞不平等的条约，允瑞不同意签字。就在允瑞说出这句话时，江勋恰好出现了。朴女士看到江勋来了，就故意让允瑞重复一遍。江勋问允瑞，刚刚他说的不愿意跟自己结婚的话，是真的吗？允瑞说，难道要我在这次的协议书上签字吗？江勋知道这对允瑞不公平，但是他夹在中间也很为难，所以希望这一次允瑞也能让步。允瑞简直不敢相信这话是从江勋，他坚决不同意。江勋让他忍1年就好了，1年之后，他们就可以以正式夫妇的身份，堂堂正正的生活。允瑞要是1年之后我们的关系结束了呢？江勋认为这绝对不可能。看到允瑞的表情，江勋就知道他的答案了。他认为允瑞不愿意为他们这段感情付出，哪怕就一次也不肯抛弃所谓的自尊心。允瑞实在做不到，他对江勋说了句对不起。允瑞的沉默就相当于默认了。江勋表示很失望，而江勋不知道的是，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允瑞的心比谁都痛。回到家后，江勋就颓废地在床上躺着，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允瑞，甚至开始出现幻觉。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允瑞受的打击也不小，他决定暂时离开首尔。第二天，江勋醒来，收到了允瑞留给他的一段视频。他在视频里感谢江勋的爱，回忆起他们共有的美好时光。他说他不后悔遇见他。知道允瑞离开后，江勋立刻去找他，但他没有告诉任何朋友自己的行踪，只是把猫寄养在朋友家。江勋坐在允瑞的房间里，看着留下的恋爱日记，满心都是回忆。他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痛苦。这时候的允瑞正在乡下的果园里吃拌饭，他让弟弟偶尔帮忙打扫兽医院。弟弟无意中听到了他的对话，立刻向江勋报告。虽然弟弟对江勋有些不满，但听到江勋失去允瑞后难以入睡，弟弟感到了江勋的真心，最终把允瑞的地址告诉了江勋。允瑞离开江勋，他总是回忆起第一天同居的情景，江勋为他准备的早餐，以及他宠溺的吻，想起来总是很幸福。手机里满是江勋发来的消息。允瑞决定再回首尔一趟，同时江勋也在向他奔去。朴女士知道后非常生气，但当她知道允瑞救过江勋的命，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。江勋的感情秘书也看在眼里，他希望江勋的母亲能接受他们。朴女士虽然急于抱孙，但她的心已经软了。允瑞正准备出门，接到了弟弟的电话，得知江勋已经到了他家的果园，他立刻跑回果园，在果园里焦急地寻找，最后终于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两人快速地向对方奔去，奔向彼此的爱情，两颗心的迅速靠近。最后他们克服了外界的偏见，把这段时间的思念都转化为一个紧紧的拥抱。这段霸道总裁与宠物医生的浪漫故事，从一开始的契约爱情到终生的承诺，他们的爱情终于开花结果。车允瑞是李江勋命中注定的人，李江勋也愿意将一生献给他。